嗨，大家好，我是 Anko。今天我们来到北京胡同探访我的老乡，在这充满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究竟这间胡同坊的背后还有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你有敲到吗？这里有门铃。哦，哎呀，哦 Hello， 嗨，欢迎回家，好特别。这边就是爱丽森的家。好，Edison 来自马来西亚的法餐主厨，正在开创南洋石锅风味与法餐技法相结合的南洋法餐。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怡保，从小就是跟我现在的职业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做饭，一直到长大都在做饭。决定我要做厨师是高中毕业之前，直到我毕业了之后，我们在新加坡找的工作，自己去找工作面试，敲门到酒店说，哎呀，可不可以聘请我对，这样？有没有请人？就是自己填那个求职报告，对，也没有找老师说有没有推荐帮忙的，不会的，对，我们就硬着头皮直接找到酒店人事部。好吧，好，Yeah，So 目录这个 location 的话，它就是为什么说是一个家，它不像说就是一个餐厅，然后餐厅给大家的一个想法思想就是可能会很扰民啊，或者是很 happening 的一个东西啊，但我们不是。那我们周边的这个关系呢，就是邻居，我们整个装修设计把它设计成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家，就是大家来到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 experience 的一个体验。然后这边依然就是保持以前10多年前的一个风格，所以这边的话还是比较原始、原汁原味。我们就趁着这边是一个 courtyard， 就是我们会 set 一个 station， 其中一道菜也会在这边做，然后我们会邀请就是桌子的客人在这边一起享用。这个炭炉我平常做饭也会用。我还在想，他以为只是个摆设而已。不，都会很functional的，对。所有炭烤的东西啊 ，satay 我就在这烤，我们的 roti canai 啊，全部都会在这弄，对。OK， 开始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想法。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做西餐基本上都不会想要待在怡保，包括吉隆坡也是一样。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要在这个行业的话，最起码一定要到新加坡。厨房刚刚进来了吗？没有，我们不敢进，不可能进来吗？不会，如果找到这边当做自己家就好了。在备餐区，我们所有的食材都会在这处理，包括里面也是啊，对。找到印度米。对啊，我们平常吃的。那你为什么会来到北京？我后面的一些遭遇，就是经历各方面的，全都是因为工作的机会。我在新加坡工作了2年之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说，你要不要来北京上班？也是一个法餐厅，包括我后来去过法国、上海、香港、澳门，然后又回来北京。当我来到北京，第一次来北京之后，我觉得尤其在气候方面是一个反差特别大的一个气候。从小没有经历过，一年四季你不会去经历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春节永远就是穿着短裤 T 恤过春节的，是，对吧？我在当时第一次来北京就待了2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回来这个城市。我是10年后再回来，在那时候的话，我更多是巩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烹饪的话，这个是累积的。就是你一天能够干那么多，那你今天你学到的就那么多。可能我当年来的时候，因为太年轻了，没有办法去做管理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就磨练嘛，我就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去磨练，然后回来之后发现，拿到一个更高的职位，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啊。然后我回来的之后，我觉得特别开心。没有人会想到，就是我的曾祖父离开中国的那一天，我们这一辈人4代人之后，我会重新回到这片国土。这个就是从昨天鱼的肚子，哇，对，直接掏出来，然后就是像苏西上面的那个，对啊，就三文鱼的这只。然后这每一年就现在这个季节才吃这些新鲜的三文鱼子，对，因为他们的三文鱼基本上都在这个时间才开始产卵。对，待会你们会享用到这个。就是你们会用当季的食材去准备？对，我们都会去学习这种季节性的这些食材，去周边的这个菜市场去看。
而我当时我为什么会接触到法餐呢？其实也是我是被派到一个法餐厅里面，我有机会到法国，都是透过他们的一些介绍，一直到我加入目录，我认识目录，认识 Jasmine。我们现在做在目录的这些风格，这个菜系，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平衡。毕竟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南亚，很有一个 character 的一个菜系，而且我们从小吃的这些味道啊是很极端的。当你吃椰浆饭的时候，拉西勒曼的时候，那些三八酱，对，那种辣味道很足。但是在法餐里面讲究的就是一个组合，一个搭配，这两个特色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去很和平的共存？他们要很 match 是吗？对对，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想说，哎，我要用什么去搭配啊，就用什么去做呀，不需要。但就是从他们的这种环境里面，我就可以知道，哎，可能可以重新把他们放回在一起。真的会给你一些灵感吗？会的，比如说像土豆跟那个豆子啊，对吧？它们可以长在同一个棚，放到菜里面的话，我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组合。我可能这土豆泥配那个咖喱豆角，这就成了一道菜。就是他生前有什么同伴，你死后就要拿它来陪葬，就是意思。可能是陪葬。现在这个菜系的话，我是想让大家吃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吃到我们菜的时候，首先它最起码是好吃的，最起码它是很直观的，让大家觉得说绝对是用心做出来的。后面客人或者朋友他们会越来越喜欢，更相信我们其他的一些想法跟作品，包括团队 Lin 啊，我们都是一个French restaurant 的一个 background，所以我们都是以西式更精细一点，可能就是像地中海这种烹饪模式。所以你看到我们用的是烤箱啊、平底锅呀、爬板啊这些，你不会看到那个中式炒锅。吃饭的形式它是一道一道上的，是比较西式的，大家吃起来会有更多层次。然后这个小房间的，这房间就是这很东南亚，古色古香。觉得。所以你进来了之后，你可以很随性，怎么舒服怎么来。等朋友的过程当中聊天啊，在这边先做自己的东西啊，喝小的这些小饮料啊，我们会有点心。我以前的同事啊，我的 chef 啊，我的这些可能我的经理啊，他们怎么你现在做东南亚菜了这样子，你不做法餐了？这个当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国家嘛，对吧？我们从小都生长在可能马来人、印度人、华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餐饮这一边的话，我们影响到的不单只是中餐，不单只是印度菜、马来菜。当我走到其他外面地方的时候，我的接受度特别大。以前我的 chef 经常问我的，你要做出你自己的菜，代表你的这种风格。对。目录对 Edison 来说就像一面镜子，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专注于传播大马文化的妻子的鼓励下，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料理方向。其实跟我们的做教育是有关的，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总会教我们要饮水思源，这句话其实一直是我觉得可以用到我们从年轻到老。对，所以让我在做这些餐厅做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心里面想着的就是，首先除了尊敬我们的食材以外，我很多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敬意就是对我的长辈，就是教我的做饭。他们以前给我的一些启发，怎么说呢？就是它是能够让我们走得更长远，然后同时也是能够把这些东西、这种美德、这种想法传到我们下一代。就是你每天在做的时候，自然而然它的这个连接，它就能够很自然的帮你连上。然后我女儿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她是观察，然后她就学，哪怕是我说的一句话，她第二天重新说出来。她看我今天她在做工作的时候，她第二天她就说：“哎呀，爸爸，我也要做。”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她就接上了。我们心里面对着长辈的这份敬意，基本上也就传承下去了。对，自然而然他就传到他的人。我年轻的这些厨师啊，能够怎么去让他们成长，跟我们有一样的一个理念，去经营他们以后喜欢的东西，也还是每天从我们身上做了之后，慢慢会衍生到他们身上。因为在我的团队当中，我不能说国际化，因为我们也有过中国的厨师啊，他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身份，我们不会逼着他们去一定要做
东南亚菜。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去激发这些年轻厨师的他自己本身的身份，自己本身的文化 identity。这些东西聊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后面的人生就会特别的丰富，好多东西在等着你做，你不会想着去转行，你不会想着去忙其他的东西啊。对，而且这些东西慢慢的呢，它就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哇，这摆的好好看。请慢用。你平时会邀请其他人来吗？会啊。哦，对。先吃西瓜。就这个意思。哇，它口味好特别啊。刚才那个西瓜鱼丝，西瓜是现在当地在北京特别好的一个味道。对对对，然后那个鱼丝是我们自己做的鱼丝，好吃耶。好吃吧？嗯有没有我们那边的特色呀？真的有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三杯，我们都会把它煮得特别的糖心。中国的这个国土、大自然环境、气候，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就比如说很南方的这些食材特点，对，甚至东南亚的这些香料，在国内都能找到。对，我看到蛮多的，而且再加上现在我们的物流特别的方便，随时都可以把这些食材找到我们的手里。可能10年前，物流不方便的时候，我们都全部都得从马来西亚那边进来，对，进口程序手续会很繁杂很多。对，但是像现在就是在中国的区域都能找到，就是对我们来说就很方便。对，那同时回到去北方的话呢，翻开我们熟悉的东北菜来看，跟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的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对，因为它是跟地球同一个纬度，都是在地球的最北端，食材是一样的。就是你现在这个餐厅是需要预定才能够，然后更多的就是朋友熟客介绍，对对，他们会推荐朋友到这，对客人或者对我们来说更好一些，因为你能看到的我们整个空间不大，对，但是如果是我们把它推到公众，就是好多就是不是奔着美食而来的人，他们来了之后可能他们不一定是要吃饭的，那我觉得我们就不会先招待他们。So you are traveling here? Yeah, it's our first time in Asia. Where did you go? No, we just started. We got here on Wednesday, and then we just left because we got like 48 hours travel. Oh. Yeah.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Brazil. I think it's just started. But Yeah. first thing we learned here Uh-huh. is in China when they say it's spicy, it's actually spicy. Yeah. Because we like spicy food. Okay. And in Brazil, usually when people say careful, it's spicy, it's not that spicy. In China, when they say it's spicy, it's spicy. It's like really spicy. Even for me. But good. Okay. You guys are from here? Oh yeah, I'm from China and she's from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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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Same with the chef. Yeah. Ah, yeah. 安班巴类，好香哦！很香，巨香。哇，哇，好吃啊，好吃。比在马来西亚的好吃啊。你在中国也说很多比马来西亚好吃。虽然我是马来西亚人，解说的时候还让我发现，哎，那个马来西亚菜里面居然还有这个酱，给我一些增加新的知识，不只是好吃，然后也会对自己的菜更加了解。所以你们是算是把马来西亚菜研究得很透彻，这样。对，就是我们在做的，比如说像传统的这些菜，我们怎么去创新，在行业里面做的比较突出。我觉得按照传统去走的话，就是长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啊，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已经把这个江山都让你打得差不多一半了。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东西拿着稳稳的，然后再去做一些简简单单的一种改变，对吧？那目前你觉得自己的评价来说，你觉得这个餐厅很成功吗？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对，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范围已经扩展到全国了，包括今天旁边的制作客人，对对对，Brazil 的，他们是大老远从巴西飞过来度蜜月，就是透过刚刚来来吃饭的这个西班牙朋友，他们这个月已经来了3次4次了，都是坐在这，每次来就是6、7个朋友，他们永远都不会期望到我们东南亚的味道可以做的那么的 fine， 第一次来到亚洲就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荣幸的。你看他那天吃到的那个，拿着我们的猫串糕，然后再配上自己的这个鱼子，太奢侈了，这种奢侈的吃法。太过分了，这个。
5年后没有回家的感受是什么？你也是觉得很恐怖吗？我倒不是恐怖，就像你说的，路痴就完全记不清对啊那个以前经常混的地方，对你会不知道怎么去。这就很恐怖了，因为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其实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路啊、价钱啊、人的面孔啊。我是从去年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遗忘掉的东西，就是我的马来文。我20年没说马来文，这个基本上我现在对着马来西亚大使馆的这些官员啊、马来的同胞呀，说不出一句马来话。我以前的马来文3语当中，马来文我觉得跟华文是能那是拼的。可以了。对，但是这20年没说的话，哇，现在你一个简单的词语都说不出来，而且马来文是我们的国语啊。现在我回家的这个心就有那更么急迫了。对，那么的激烈，对这个就是恐怖。像我们的年龄各方面的，我们能预想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冲，唯一不变的做饭的这个热情。我现在能看到的是，就是可能特别老的时候，做不动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会在持续的发热当中。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能我女儿她已经该上小学，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以后会让她回马来西亚念书。对，我希望她就是在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这个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在那个地方就是待长久，就中学、小学这10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这个是我唯一一个计划，一个设想。因为我之前的东西，对，因为他说之前从来不计划，但是他唯一计划就是对。昨晚我有认真听了。当然 Jasmine 的话，他可能放得更远了，就是如果是把目录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 survive， 都能够被大家接受。我们的菜品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菜系，前无古人，没有人在做这种南洋法式的东西啊，只有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女儿以后他们继续要做的话，帮我们传承的一个菜系。以后的每一个厨师都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整个地球就像一条村一样，就所谓20-30年前大家都说了地球村，所以以后的每一个人你看到的全都是混血的。他们的饮食习惯绝对是不单指一个，所以以后的菜系绝对是一个更多的一个融合，更多一个主要就是你还是要找到你自己，按照你的 identity 走下去，钻研下去，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的一个方向。这个好。对 ，OK， 对，好吧，别客气了。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我今晚就好好的品尝一下法式南洋菜。只会这么个叹词，实在说不了什么词。我有酒精过敏，然后对于酒啊，我只能有气泡，有一点苦，有酒精味。这个就是我每天早上去上班都会想要吃的 roti gawin， 我每天都来薅一块，我要住附近。附近房子不便宜哦。